在我们国家，也就是100年前刚刚开始，中国的第一代建筑师梁思成、林徽因、杨廷宝、童俊、范文照、赵森、陈植，他们当时到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去学习建筑，回国之后，他们所做的大量的建筑作品总数达到600多个，对于我们国家这个现代建筑的这个发展做出了非常重要的奠基性的工作。我的祖父也是这批宾大留学生中间的一员，实际上我小时候也是成长在他们中间的，所以像杨廷宝啊、陈植啊，那都是自小就认识的。这个展览的起因是15年的时候，当时到宾大建筑学院档案馆去翻阅当时的这些资料所引发的。展览包含了大概有1400多个展件，其中有大量的丰富的图纸、照片、图表。我们展出了从各个地方收集来的，就是当时这批中国建筑留学生所绘制的作业图纸，以呈现宾大这批留学生所走过的历程。同时，我们也走访了家属，采访了很多的学者专家，展出了大概有20多个采访记录。他们这一代人大部分是出生在1900年左右，他们开始求学的时候，恰逢清王朝覆灭，然后五四运动兴起，又恰好遇上了像庚子赔款而来的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那么每年的话，大概会派送50到60个学生到美国各个学校去进行深造和学习。1918年到1937年之间，在宾大求学的中国建筑留学生，总数大概会有24到25位。这些学生本身就是精英天之骄子，他们到美国之后，几乎是没有任何障碍或者说瓶颈，相互的这种辅导和帮衬，如鱼得水，很快的融入宾大，也遇到了最好的老师 Paul Gray。他们叫做一群中国的小分队。更重要的是，这种成绩的突出，引起了就是一般美国学生的这种红眼，甚至会骂骂咧咧说这帮该死的这中国人，等于总是把最高的这个成绩给抢走了。杨廷宝在这里面是最厉害的学霸，还担当了这个中国留学生的会长。他大概修了91个学分，绝大多数都是 D， 然后只有少量的是 G。他们实际上也是非常多才多艺的。梁思成和林徽因，他们俩是一同去的。林徽因不仅说长得漂亮，而且就是说她甜美的这种笑容，而且还有这种非常智慧的这种谈吐，那么都在美国学生中间都留下了极其深远的这种印象，担当了这个宾大的这种联刊的这个出版工作。比方说像陈植，是在这批留学生中间是最活跃、最开朗，参加了宾大的唱诗团，担当了男中音。童俊，他曾经获得过全美设计竞赛的1等奖，非常顶尖的杰出性的成就。他们这批人大多数选择了回国，那一代人的这种情怀，职业救国对于他们来讲是一个非常至高荣上的事情。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期，这批留学生回国之后，就把在美国所学的布扎的建筑设计体系带回到中国，都积极介入到当时的建筑实践中间。朱彬和杨廷宝都是基泰工程师主要的这个建筑师，在南京他们实现了中央医院、中央体育场，在上海也实现了，至今我们依然都成为上海经典建筑的上海世百一殿。另外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就是来自于华盖建筑师事务所3个主要的成员赵森、陈植和童俊。在南京他们设计了外交部大楼、中山纪念馆、铁道部大楼。在上海比如像大上海大戏院、浙江兴业银行，一直到今天都是成为上海经典的近现代建筑。我觉得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建筑师就是范文照。比方说我们今天依然频繁使用的上海音乐厅，
还有美琪大戏院，在衡山路上的吉雅公寓，即便是今天看上去，都依然散发着非常鲜亮的现代主义建筑的这种色彩。同时，他们更重要的是建立了中国自己的建筑教育系统，像梁思成和林徽因共同创立了东北大学、清华大学建筑系，童军、杨廷宝还有谭元在中央大学以及后来的南京大学担任教职，像赵生、陈植、杨廷宝，今天上海最重要的2个设计院，实际上也都是由他们脉系传承下来的。我们追溯第一代建筑师，我觉得是对于我们当前的建筑事业提供一份借鉴。他所塑造的不仅仅是一个房屋、一个商业用品。这个展览非常重大的意义是在于，他们这代人就是我们国家在20世纪100年过程中间的一个强烈的一个缩影。